你没事？我还以为你出事了。我和江瑞听说有人在高级道收购商被送到这儿，你又一直打不通电话。你怎么穿着手术服啊？你跑来这里来找我？我们打你电话没人接啊，然后在滑雪场医务室看到了你的滑雪板，我们吓死了，以为你出了什么大事。还好没事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雷医生，哎呀，你们不要一直谢我。其实这次多亏了这位林医生，是他第一时间让救援队叫救护车把患者送到了医院，争取了最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。关于手术，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。啊，他还是你们上海的医生。操刀的是你们，我只是提了些建议。谢谢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受伤的是我同事。是你们？哦，这不是庄的家教学生和姐姐吗？这位林医生是你们的朋友，这世界真小哈。谢谢你救了我们同事，回头等凯文好了，一定登门道谢。不用了，他恢复健康就好。所以，你只是把患者送到这儿，自己没事。我没事。那就好。雷主任、林医生，你们去换下衣服吧。哦，林医生，刚才我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，听到你手机在响。好，我先去换衣服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对，没事就行。姐，我就说你想多了吧。那个滑雪板真的很吓人吗？不过林哥刚刚真的好酷啊，穿着那个手术衣，感觉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他以前本来就是很厉害的神经外科医生。干嘛转啊？做手术多帅啊！但不过他也真是的，也不跟你打个电话。哦，你电话没电了。江润，我们刚打车过来，用了多久？司机没带我们走高速50分钟吧？怎么了？妈，西光，小林妈妈回电话了，她说小林遇见有人受伤了，她判断是脑出血，怕人家出事，跟着去医院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知道盛阿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吗？这个我倒没问，不过她说下午一直在泡温泉按摩，所以没听到我的电话。那应该泡温泉之前就知道了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跟江瑞稍微晚一点回去。我们去外面等吧。哦。他们好像出去等你了。哦，谢谢。
林医生，林医生，等一下，我刚才跟廖主任打了个电话，你跟他也说几句啊。好。哎，廖主任，没想到会这样听到你的消息。于森，我之前的提议一直有效，相信那也是你老师所希望的。你真的不再考虑下？你看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。你不能再做手术了，就要离开医院吗？你还有经验，还有知识，你不能浪费这么多年所学的一切啊！我做不了手术了，那我谁都可以替代。林哥，你总算出来了。我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来外面等，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去吃饭吧，我要饿死了。啊，我的雪屋火锅。好。对面有家火锅店，我们到对面坐下说。行，热的就好。等一下，我有话问你。我和江瑞打车过来。大概50分钟，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，就算30分钟好了。那这中间，你就算要救助病人，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，留个言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？我就算手机关机了，我开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。对不起，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。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。你为什么没有想到？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，你还说你喜欢我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，你都不给我发微信。不对，你都不觉得我会担心你。林哥，你完了。我第一次见我姐这么大气，这次是真的。妈，回来啦。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这是怎么了？最后一个啦，放完我就回去了。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资哦，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。
这是天价烟花吗？怎么了？不可以呀？烟花虽然不贵，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，难道没有附加价值？太有了。难道你不开心？开心。那不就好啦？师傅，麻烦掉头。姐，豪华晚餐我做好了，出来吃饭了。别嫌弃嘛，你泡面吃就不错了，谁让你这么生气跑回来？不然起码能在县里吃一顿。我不该生气吗？应该，但是好像也不用气成那样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今天如果是我没说，你可能打我2下就完事了吧？起码不会这么委屈。委屈？是啊。我看你眼睛都红了，感觉都快要气哭了。姐，你对林哥比较严格的样子。姐，你快看外面，林哥买了好多烟花，他这是买了烟花哄你开心，有点老土吧？好了，谢谢师傅。对不起，我没注意到信息没发出去。
对不起。你不用道歉了。原来是信号不好，消息没发出来。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？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乱，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。什么坏事？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。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，疑似脑出血，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当我想让你担心，想知道你会不会担心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，我也会担心，何况是你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。对不起，我钻了牛角尖。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。还有这个，你前天私吞的烟花。对，我刚刚去酒店拿的。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喂小鹿，放烟花，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，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？差不多吧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对不起，原来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。你干嘛一直道歉啊？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？想还我吗？不是，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，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，所以。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。你等我。姐，你等等！干嘛？干嘛？你怎么回事？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？都是误会。其实他给我发了微信的，估计是路上信号不好就没发出去，他忙着病患也没有注意到。那你看，他给我发了微信截图的。你看嘛，我就说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嘛。啊！但是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。啊！你不生气就算了，但是你气都气了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？这样谈恋爱不行的，懂不懂？江蕊，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，没谈过恋爱的那种。没。但是我是男的呀，你这样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找个茶菜去沏一会儿。我去哪里找？我帮你想想。哎呀，给我！我帮你想想。有了，你当时在医院外面质问他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解释啊？害你爸爸还生气了这么久，这也很严重的。他刚刚解释了一下，但是我好像的确不该这么快原谅他。哎，当然了，那打火机给你，快去继续生气，我会在楼上监督你的。好，你等着，加油，姐姐最棒。
他手受伤，再也不能做手术了。那个时候的他，看着那些医生，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？他说他心有点乱，是因为这个吗？这么多，我把老板推荐的都买了，想先放哪个？这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放起烟花来了？烟花又不会跑了，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。哎，Oh,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? If you ever wanna know. 还有仙女棒，这个多少钱啊？不知道，一起打包的。2块钱买我一支吧。你买来做什么？打火机。表扬你，又有一个人因你所学而受益。谢谢。我没出息的姐姐。不过，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都记在账上了。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记账。争取？保证。这还差不多。
有一笔账，今天就可以平掉。什么？等我一下。江瑞，下来去吃火锅啦！现在还有火锅？有，我打电话问了。我马上就下来。我也没出息。回来了，病人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事？之前西光妈妈打电话，怎么了？妈妈，其实之前我遇见了一件不好的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可以跟妈妈说。后来，我说服自己放下，我想我做到了。但是这2个月，我其实一直过得很割裂。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，遵循内心的旨意，去靠近、接近。可是偶尔的一个闪念，偶尔夜深人静，却又会责问自己：你为什么这么善忘？不过，今天一切发生了变化。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因此受到折磨。我已经彻底得到了修补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可妈妈为你开心。而且其中可能有些误会。朋友在我们之间传话的时候，或许有没说清楚的地方。之前有些逃避，没有再问过。我想，我需要了解得更清楚一些。嗨，文森，你居然春节快乐！佳琪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方便说话吗？我和朋友出国赴海了。算了，你回国跟我说一声，我去找你，有事问你。没事，不算急，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开开心心的旅游，没想到搞成这样。凯文现在在 ICU，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人事说，明天就去公司调资料，联系凯文的爸妈。凯文的手机我也拿着了，要是他爸妈打电话来，能接就能通知了。但是我记得他爸妈出国了，这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回不来吧？你们明天按照原计划回上海吧。不用这么多人都耗在这，
我留在这里照顾他。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？对，我已经跟家里和宋总都打过招呼了，等Kevin爸妈过来再说。后面还要转运到上海之类的，我也能帮忙跑跑腿。这不好吧？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Kevin 在 ICU， 人多也没用，公司也不能一下缺那么多人，而且我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。这次来长白山是我提议的，我多做一些是应该的。就这样，明天你们回上海，我收拾一下住县里来。赶紧吃了回去吧。箱子你们明天帮Kevin带回去吧，这些东西我带到医院。我回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。糟糕了，米娅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不一样。今天以前，我只是喜欢他的外表和能力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发现他的底色是很善良，而且很有担当。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说人善良变得有点土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最难得的品质。雨天湿了头发，晴天晒干被单，城市感觉孤单，没有人在交谈。你离开的日子，我也还没习惯。每个安静夜晚，你看，人家有男朋友陪着，还是大帅哥。我觉得不像啊！你看别的情侣，都手拉手，恨不得每天都黏在一起。哎，张，我看到你学长姐姐的追求者了，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，看上去是个高手。什么追求者？你学长姐姐的。你好，请问有伞吗？谢谢。我只能大声呼唤，掩饰蹩脚的心酸。双手紧握着遗憾，咆哮烟火灿烂。就算爱如此短暂，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。你不再回来了。看起来就好好吃。
冰箱里有的东西，顺便做一下。那冰箱里每天都长出菜来，你每天也会顺带做一下吗？可以。酒店的东西吃了，我跟着你们吃不合适。川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张阿姨不在的日子，我们也能吃上干净的新鲜饭菜了啊！酒店那么贵还不干净，我姐吃了还拉肚。嘴上自己有东西，我看看。你怎么能把公司的事情说出来？这都不能说。当然不能说啊，影响本经理的形象。方哥早就知道了这。我要是你，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。哦不，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。你也写过。林教练，哎，我帮你拿。谢谢。哎，你们上车吧。好，哎，你们好。啊，你们好。哎，好，今天就蹭你们车了。哎呦，哪儿的话，一起去天成顺路的事儿。哎呀，谢谢。行李都拿上了啊。我们看完天池就直接去机场了，那边叫了车来接我们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走。好。全是雪，都看不到了。这孩子，你就不会想象一下？来吧，我们拍照吧，许愿。来，3、2、1，茄子。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，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。大家想不想试一下？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。那我去买。去吧。嗯。哎，你凑什么热闹？立马。哎，老婆。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，多看看吧。你这怎么？哎呀，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，我今天看见小林，又觉得太好了，跟西光正般配。幸好啊，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，不然就没你了。爸，
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？你长得也不错，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，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。那边还有鸭蛋卖，我们就都买了一些。啊，叔叔阿姨，阿姨，谢谢。细胞，谢谢。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好呀。小林，你的滑雪教练的薪水结了没？结是结了，后来10倍还回去了。这是在告状呢。我给你薪水。你还拿回扣啊？哎呦，齁死了！我不是说你俩啊，我说这鸡蛋齁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得去坐车了。好，行，好，那咱们继续出发吧。走，走。哪儿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。老骆，退休后我还是想回来。听你的，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一路平安，谢谢。西瓜，有空带你妈妈来瑞士玩，我全程招待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。谢谢阿姨。妈，你这是想跳过我？你要是不努力，我也没办法。欢迎大家都来玩。对，欢迎大家随时到瑞士来玩。那我们走了，叔叔阿姨，再见。江瑞，下次我们再约。下次我肯定就赢你了。那你让你姐姐别取名叫西光杯。哎呀，林教练，你快上车吧，再见再见。来了，我们走吧。再见。我们走了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明天我们也要走了，今天晚上干点啥？鬼许丹也不早了，在哪儿随便逛逛，晚上也要收拾行李。我和我妈他们下午去雾凇漂流了，很好玩。你好像一直跟着我们滑雪，都没去啊？我妈和陆叔去过了，我可以下次去。庄经理，林总，我过来问问病人情况。我也是。谢谢你，林总。应该的，我毕竟曾经是个医生。我赶飞机，先走了。一路平安。听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看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
希望和你。我生气没茶油，艺术窗过。仿佛这个世界上我和你，你微笑的嘴角就是虽然你很可恶，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，只能留在长白山。没事，你把捏雪人的人带回去了。你这次见了你妈妈，她身体怎么样啊？妈妈气色很好，就是一直念叨着自己胖了。胖一点好，以前她就是太瘦了，还老要追求腰围不超过1.8指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也这么说的，不过她不太满意，还一直琢磨着要怎么瘦回去。这你得好好管管。我是一点都管不了她。也是，她那个脾气，谁管得了啊？啊，雨森呐，明天你就要到苏州去上班了，我就不留你了。平时有空多回来陪老头子吃吃饭。下月的宴会记得来参加。肯定不会忘。外公、玉树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路上慢点。嗯。查清楚了，源头是博凯西夫那边，他的亲戚在长白山遇到了胃癌，想法子传到你耳朵里。我就猜到了。哎，这么多年了，办事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，就会使那么一点小伎俩。唯爱离家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忌惮他，到我这儿来上眼药，恨不得我死了，1分钱都不分给唯爱。也许他们是想让您知道唯爱平安的消息。这话你自己说了都不信。唯爱我有多久没见了，我都记不清了。一晃，雨森都长这么大了，他何其心狠呐！对老妇，对幼子，在唯爱的心里，最怪的恐怕还是他自己。他要是恨您，不会让雨森一直与您往来。我自己待会儿。前几天您受了刺激，心悸发作，还是早一点回屋吧。还有下个月初的宴会，您看是不是少请一些人？我担心对您身体是一个负担。没事儿，按原来的安排。我的身体我有数。那宴会上，您还是带着星姐出席。有时候，身居高位，你才能看清人性的底色。当他觉得胜券在握，表现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样子。大姐回国的事儿，是你传到巴尔多里的，简直多此一举。
爸已经决定培养邢杰做接班人了，你还做那些小动作干什么？难道你以为还能瞒过爸？要是你有出息，早20年我就不用做那些小动作了。女人要做小动作，还不是因为男人没用？不可理喻。你去哪儿？这年还没过完，你就忍不住了？聂成远来上海了，我去找聂成远。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？别提了，家里头的事儿。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，亲自教导，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。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，教书非要横生枝节，做些多余的事儿。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，老爷子一向低调，这么大张旗鼓的，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？大差不差，煎熬的日子总算到头了。去年我真是焦头烂额呀，老爷子突然查账，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，上上下下一片人心惶惶。莫东的事件我跟你提过吧，都去双园好几年了，也被牵连了出来，后来直接进去了。这档口啊，我也不敢冒他。好事，老爷子反腐风暴，以后邢杰接手，正好清朗世界。自己人都进去了，不说了。双远的事情你到底怎么想的？2期扩建款一直不到账，老爷子因为这事儿对你印象不太好，全靠兄弟给你顶着。哎，前阵子资金实在是太紧张了嘛，我这边再缓口气。哎，你们新派的副总不是已经把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吗？在如今光伏这情况下，能弄到钱，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。你笑什么？听着你好像不知道新派的副总是谁。谁呀？我那大外甥林宇森，他去了双园，10月份就去了。你对双园也太不关心了。我没关注这级别的人事调动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他自请去的苏州，离开了集团，这不是好事儿。自请去的？你跟我那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？上次问你又不说，有什么事情可别瞒着我。哼，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？我就是接连坏了我们的合作，有点注意到他了。喝酒，喝酒。倪总啊，春节快乐！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园，我没太注意是谁。你去打听一下，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？还有，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事？好的，倪总，等您没上班，我马上去查。等什么上班？立刻给我查！是。哎，陈远，我们逛完了，等你来吃饭啊。不吃了，直接回无锡。聂叔叔好。我真想跟你说，要不要回家吃？过年在外面吃多了，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。我给你下碗面，煎个荷包蛋，弄点青菜。不过你回家
不能立刻躺着。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，你得乖乖都试了。无锡也不是没有这些牌子，做什么在上海买啊？搞这么麻烦？无锡的货没有上海多嘛，我想帮你多挑挑啊。你过完年就得大会小会、大宴小宴的，后面不是还要来参加盛老爷子的寿宴吗？上海人最讲究派头了，咱们的衣服鞋子都得是最新款。啊，对了，聂远还给你买了新年礼物呢，是用他自己赚的钱。他自己赚的？对啊，他跟着朋友学投资做生意，赚了点小钱，一直说要谢谢你呢，说是跟你接触多了才开了窍，学到了点皮毛。你跟的哪个朋友？做什么生意？苏州的一个朋友，他家里开厂的，他自己开了个买手店，我投了几万到他店里，每个月分我好几千呢。女孩子开小店蛮好的，不过你小打小闹赚点钱不容易，别乱花。我什么东西都有啊。这些朋友要不是聂叔叔的关系，我根本认识不了，所以肯定要谢谢叔叔你的。孩子的一片心意，就别推三阻四的了啊！这袖扣是我跟他一起选的，回头寿宴一定带上。从聂远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，你平时那么重视经营人际关系是多么的重要。很多赚钱的法子，不是跟你们一个层次的人根本不会知道。程远，以后要是有机会，多带带聂远，让他长长见识，多认识点人。怎么，聂远想跟我一起去盛老爷子的寿宴？我不想。我就这么一说，哪有这个意思啊？从小到大，就是你心眼多。不过啊，幸亏你心眼多，不然怎么能发这么大财呀？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，上次给你打的钱是不是都花光了？不要紧的，我本来也花不了什么钱。回头我再给你打一笔，你也给聂远一些。朋友开店掏个几万块钱入股，算什么样子？小家子气，丢了我的脸。你说的也是，聂远啊，他乖得很，不敢在外面打你的旗号的。春节快乐！抱歉我来晚了。过年好。我过年的时候去长白山了，带了一些特产小零食给大家。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过年啊？我跟家人一起去的。拜拜。好玩吗那边？挺好玩的，就是特别冷，零下20几度吧。哎，怎么说，小聂？林总对方案怎么看？我年前就把2个方案给林总了，对比了优缺点，他十分赞成我们挑战一下难度，建一个示范性的 BIPV 建筑。林总真有眼光。不过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主要是为了估预算，比较粗糙。接下来就得先把主体建筑的设计稿修改确定下来。麻烦花总你们也同步出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，我们好做一个详尽精准的预算。预算？万一精准的预算又贵了一点儿，老板不会看了之后吓跑了吧？我们林总还不至于那么胆小，而且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把控成本的，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
那就好。你放心吧，林总高瞻远瞩，看到了 BIPV 广阔的应用前景，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却步的。而且他说了，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，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不管前景在哪儿，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。我还说了什么？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，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，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？你以前开会说过，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，还要关注亚洲、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。我一琢磨，我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，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，日照强烈，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。我这叫举一反三，归纳总结。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，你难道不满意啊？你这叫画饼。我这叫调动积极性，鼓舞士气。资金方面呢，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，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，我决定都跑一跑，问一问。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。不行，你现在就说。你有拖延症，你之前说要借我书，到现在还没影呢。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，我这次才带过来。好，我现在打。喂，陈总，关于厂区的光伏花园，喂，童总，喂，吴总，任务完成。这就对了嘛，干嘛一会儿打呢？2分钟的事儿。谢谢老板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这么客气，不用送的。你看看外面，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？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不会都在一起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还好还好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，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又长1岁了啊！过去的1年里，大家都不容易啊，但幸运的是，我们双远并没有倒下，依旧逆着风往前走。公司2期厂房的工程进度也比想象中更加顺利。丁总，3月底可以竣工验收了吧？是的，土建已经在收尾阶段了，很快就能进入验收流程。设备方面呢？上午我们刚和设备供应商确认过，设备也能按时进场。那情况理想的话，调试生产线后5月新的厂区就能够投产。要有信心，今年的国内市场，尤其是西北电站项目，依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，以及我们的品牌战略，还是要坚定地推行下去。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？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？我带了很多书过来，你不要挑选一下。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，一次只能借2本，看完了再过来借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，人家都没有这么小气。你买了这么多书啊？其实买了更多，不过品质良莠不齐，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。你全都看过啊？我看书快，大致翻阅了一下。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。难免有修饰的成分，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。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，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。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，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。我帮你搬到桌子上，地上凉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有地暖，没事的。我喜欢坐在地上，舒服。
那你慢慢挑，我去厨房看看。我不吃饭，过年我都吃胖了。哪里来饭？陈阿姨还没来。